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释永信这个事儿呢，好多的中国大 V 都谈过释永信，是吧？那到底谁在释永信这件事上翻车了呢？释永信被捕的内幕爆出来了。接近少林寺的人士向财新的记者透露，释永信是2025年7月25号深夜被叫走的。第二天，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信息呢，即开始流传了。释永信呢，对此次被查并非没有预感。上述人士透露，释永信今年春节前后出国访问归来的时候，即被限制出境了，接受主管部门的谈话，但在国内尚能自由活动。释永信当时谈及此事的时候，语气温和。各位，老有粉丝说呀，说释永信是跟那个就是教皇私自会面，跟方济各私自会面，所以呢才抓的他。我觉得这事儿，你觉得释永信这种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都副部级了，他不明白这种政治规则吗？释永信没有中国官方的授意，他会去梵蒂冈找那个教皇吗？我这事儿我总觉得不太靠谱。各位，你们这事儿怎么看啊？我一直认为释永信就是现在开始想逃跑，把钱向海外转。这么多年来他在海外已经转了不少钱了，现在呢想转更多，结果呢发现这小子他违反了肉烂在锅里的这个原则，对吧？你这么多年了，敛了那么多，对吧？你这一辈子花不完，你最后那不都是朝廷的吗？你现在想把这钱弄到海外去，那还不办你啊？各位，你们说呢？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事儿，这个应该是释永信想逃跑佛教协会呢也同时呢开除了释永信，说这个事儿呢你就根本没缓了这些年呢，围绕着释永信的坊间传闻和是非不断。2015年，少林寺的武僧释延庐等人呢，就曾实名举报释永信侵占少林资产，索要财物700余万元，包养情妇，并育有私生女，而且拥有双重的户籍、多辆豪车。当时的调查组呢，最终说释永信没有私生女现在网友才发现当年的调查组里边确实有高人呢，释永信有私生子，确实没有私生女。好吧，2022年的时候释永信呢用 4.52 亿元竞拍郑州的商业用地，又掀起了争议僧人炒房嘛，是吧？释永信还在澳大利亚建4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你说这玩意儿他不想跑，谁想跑啊？各位对吧？凤凰周刊呢曾经走访过少林寺，记录了像那个被释永信装在口袋里的江湖释永信在少林寺那可是说一不二的，对吧所以说那个当年记者去了少林寺以后感慨这个方丈呢当时呢是在寺里边办公，有人呢是经常扒着门往里看释永信经常一脚踏出门去，外面的人群立刻就聚起来了，里3层外3层，闪光灯亮成一片
实在是不胜其扰，释永信呢就移到了东侧院办公啊。这个释永信呢，当时呢，这个他的起家的时候呢，那几个老兄弟，什么释延波了、释延鲁了，那些人呢，都是他弟子嘛。那个时候呢，就是少林寺起步的时候，他们出去演出，武僧团的那些收入，当时呢，还是都是他的弟子负责的。所以呢，当时举报他的信的时候说，他们在我们武僧团这儿啊，释永信就拿走了2000万元，接近2000万元啊。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释永信还没有大权独揽，是吧？所以说这些人当时告他，那谁把他保下来了呢？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河南这么多年来，对吧？那个一直笃信佛教的，那是谁呀？高层是谁呀？坊间有很多的传言，河南崇佛在鲁山立了一个108米高的大铜佛。朋友们，你们去看过没有？我可是真去看过啊。那个佛在建设的时候，还没有成景区的时候，佛已经起来了啊。景区还没建起来的时候，我就去过那儿看过那个佛，是真的是相当的壮观啊。你想想那个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那个铜多少钱啊？那个外头那金子多少钱啊？现在你要算账的话，哪怕景区不赚钱，那大铜佛那几万吨铜现在也升值了，对吧？啊，所以释永信当时有保护伞啊，没事儿。可是呢，当时这个事儿呢，这个大 V 司马南评价过这个事儿啊。爱国大 V 和恨国大 V 都评价过这个事儿。那么现在回头再看呢，各位有点尴尬啊。今天的热搜上有一个关于中国嵩山少林寺关于网络谣言的声明，这事儿唰一下大家都关注啊，有人欺负和尚，有人冤枉法师。我想说，对于信仰者来说呢，人家是私人的事情，他的境界怎么样，他怎么想，他怎么相信有前世来生，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每个人，不论你是哪个信什么教，无论呢你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任何人，你都必须呢说话持之有据，是吧？你随便诋毁别人的人格，你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那你就得承担责任。而像释永信先生为代表的，那我是信仰者，而且呢我有很高的社会声望，那不是我要忍气吞声而接受你这种谣言的理由。我支持释永信先生选择用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用法律的手段来捍卫少林寺的声誉。说起来，我跟释永信先生打交道很多年了，早在20多年前，那时候就在山东电视台。山东电视台，我当时主持一个节目，释永信先生带着一群的小武僧在台上表演。当时释永信先生穿着一身法衣站在台上，然后他的弟子表演。我呢做主持人嘛，我老想问我说：“您的功夫怎么样啊？您能不能翻个跟头给我们看看？”他说：“就不用了啊，请我的弟子表演。”那演出非常精彩。少林佛法里面讲，既要呢有个人修为，同时呢也要呢弘扬正气。释永信当时讲说，你进了少林寺的大雄宝殿啊，你找到戒律首座，拜师少林，要经过一番测试你才能进少林的。来到练功房领取门派武学，这个时候晋升门外弟子多了个佛法要求，因为进入少林的时候会赠送给你一个心经出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熟读之后才能够提升佛法。至于练武本身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不惩治邪恶便不足以呢弘扬正气。当然呢，佛法呢要讲戒律要用忍，但是你忍无可忍怎么办？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不惩治邪恶就不足以呢弘扬正气。再一次表示，我支持少林寺的永信法师，用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少林寺这件事上啊，爱国大威看人看错了，反而是恨国大威攻之袁腾飞。当年的时候游学的时候，大家知道袁腾飞呢被中国封了以后呢，就搞了一个游学团，什么这个就是谁跟着他一块儿去这个名胜古迹去，他给你讲解当导游，但是呢他又没有导游证，他属于伴游那是属于3陪之外的4陪挣这个钱，人家说那个收的价可高了比如说一般的旅游团也就几千块钱，他那个得上万块钱，1-2万块钱都是他的粉丝吧，都是收割的他的粉丝吧，带着他们去少林寺。现在就是你问我信佛吗？信，不信僧我信佛不信僧，喇嘛我也不信喇嘛我也不信都是释永信，是他这个释永信释永信就是佛门败类，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佛祖在《涅盘经》里就说过，末法末劫时期，魔子魔孙都在寺庙里毁我正法，就是最典型的。你看他长得这猪不啃狗不叼那模样，那他一看就是个文盲，哪有高僧大德那种仙风道骨，哪有一看就是个文盲，小学没毕业，一看就是那玩意儿，暴发户的就那么个东西，是吧？所以这个，不过现在这样的玩意儿是多数，是多数。我不太相信袁腾飞敢在少林寺里边说这些话，估计这个地方不是少林寺，你们说呢？他有这个胆量吗？不过这一局确实是公知说对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